旅行者们大家好，枫丹版本临近尾声，这一年的新地图和新的配套玩法已经随着玩家探索的步伐徐徐展开。相信各位深度的大世界玩家可以明显体会到，原神各个国家的设计语言迥然有别，在布局上对于各地块引导和机制的规划不尽相同，在内容上对于各区域探索和剧情的侧重也有分别。然而在和水打了1年的交道以后，也有不少玩家发出这样的声音：枫丹地图的整体景观是不是水了？旧日之海的地图大小是不是水了？拜达港外加整片须弥北的内容是不是也水了？我们在此趁新旧国家交替之际，与大家一同回望过去1年原神为我们呈现了哪些地图设计，并且探讨上述的争议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或有迹可循。这些设计背后暗含着怎样的变化？在后续纳塔版本又将是怎样的发展趋势？本期视频我们将分为枫丹回顾、西莫兰卡、纳塔展望3个章节，把时间轴拉至可以横跨整个枫丹和纳塔的跨度上，深入探讨原神在大世界设计思路上的演变和发展。枫丹大世界呈现的总体思路可以用引导式访问来概括。从初次远眺枫丹到玩家从指定地点登上升降机和巡轨船，再随着剧情的演出移步换景，直至抵达枫丹亭，实木的丝卷翩然奏起，给初见枫丹亭的玩家带来了视听双重的深刻印象。这便是首个枫丹为我们带来的引导式访问。如果玩家没有刻意脱离主线自由探索，那么随着剧情的步调，玩家便可以轻松地经由设计师精心编排的路线，让这个新的国度在玩家脚下一点点展开。巡轨船的水道则是引导式访问在地图上最直观的体现。类似的还有 4.6 版本旧日之海的崇高大道，以及 4.8 版本夏日活动中西木兰卡的海上列车。这些轨道式建筑无论是在视觉上引导玩家看向终点所指的方向，还是在平面地图上如辅助线一般更直观地串联起各地区景观，都是引导式访问的好例子。除了为玩家预设好探索路线，这种访问设计也利于设计者在早期地图规划时快速在空间布局上进行线性布置，便于多地块的并行开发。此外，枫丹亭的位置挑选也颇有一番心思。在往期视频中我们提到，与前几个到访的国家不同，枫丹亭处于枫丹几乎是正中心的位置，自然也是这幕舞台剧上一切目光的焦点汇集之处。在巡轨船行驶的途中，旅行者就已经对未来版本即将解锁的地图区域有了初步印象，配合可爱的美露星随行解说，玩家对自己在枫丹的旅途已经有了基本的预期。前几个国家相比较而言，兴趣点较为分散，而且也没有做类似的一站式引导设计。玩家需要将魔神任务或者世界任务推进到中后期，才会第一次接触或者意识到部分区域的存在。因此枫丹的引导式访问也让玩家在提升探索度方面有一定的帮助。那么尽管引导式访问在设计上拥有很多优势，对探索体验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这些预设路线将玩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设计者所想展现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路线决策，限制了自由探索。玩家有可能更容易错过分支地区或是隐藏内容，例如遗忘之路或是旧日之海的雅努斯通道等洞窟类型的引导。同样也可能因为屡次都是遵循相似路线的探索安排，导致了这部分的游戏体验趋于单一化，增加了潜在的疲劳感。因此设计者需要在引导和给予玩家自由度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满足不同类型的玩家需求，确保游戏体验的多样性。随着分层地图的推出，枫丹版本的地图如今看来在垂直方向上又做出了哪些迭代呢？分层地图的设计方式在之前的视频已经探讨过，而具体到枫丹版本，关于封闭区域设计出现的变化，总体上放弃了赤王陵这样超长流程的大型地下区域，转而使用了分布式的中小型地下区域。基本特征是区域间的物理关联性减小了，转而使用了故事将不同的区域联系在一起，例如水仙十字的系列场景。同时，新的分层工具可以让设计者不再受到以往的一些束缚。于是 4.1 版本出现了梅洛彼得堡的超多层垂直结构，
这样的多层设计能够将分层地图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然而，尽管设计者的本意也许是做出地区特色强烈的多层立体设计，梅洛彼得堡的层与层之间的交通仍然是玩家探索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或者说是不便之处。即便每层单独设置了传送点，也只是一种补救措施，在设计之初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剧情中玩家反复传送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流畅性的打断。这也是未来地图设计中我们期望看到有所改进的地方。最后，在 4.8 版本西姆兰卡的星轨王城首次出现了地上分层，这也说明原神的分层地图不再局限于地下。是否意味着今后的景观设计能够同时向地上和地下延展？更多可探索的内容可以不用藏在地下，而是变为大世界主体的一部分，乃至在不久的将来彻底解放纵轴，让我们拭目以待。旅行者在不同地块的探索能力与地图设计乃至故事设定之间相互支撑，紧密联系。从到期开始的雷吉，历经须弥的四叶印、沉玉谷的金里浮月，再到旧日之海的斯库拉，快速移动方式在枫丹版本不断发生迭代。这样的机制设计非常大程度影响了玩家对一片新地图的风评。探索机制的强化不仅利于玩家探索，同时也是解放了对制作组的约束，能够更加大胆地设计地图。比如沉玉谷的原型是南方喀斯特地貌，大落差的风林和地下河对场景美术和探索机制的进化提出了高要求。金里浮月的出现同时也赋能了一批例如玉顶传香这些以自定义角度急速移动为手段实现的解谜。优秀的探索机制是一个三赢的机会，有利于地区背景、地形美术、探索跑图的融会贯通。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机制通常只在独立的地区出现，并不能带到其他的区域。好处在于与地区特色结合更紧密，玩家新鲜感强，但坏处是老地区的探索体验对于新玩家依旧不够友好。即便现在出现了新版本自动解锁锚点的官方外挂，也依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未来能够有改善的方式，例如可以给玩家开放权限，在任务流程中获得类似神功天巧的沙盘摆放能力，在大世界中布置一些便于探索的机关道具。枫丹版本的地图争议主要集中在 4.6 版本，我们也来简单聊一聊。关于旧日之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与渊下宫和层岩巨渊地下矿区同为独立相庭地图，旧日之海的区域规模和内容密度却不及前两者，于是大家对后续地图的制作规格产生了担忧。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渊下宫说起。渊下宫的存在是首次系统性的以地图的方式扩充提瓦特的背景设定，因此地图美术上展现了以大日玉鱼为绝对视觉中心，探索上以分散的故事串联起不同区域的地图来呈现。玩家探索的脚步就像拾起一块块拼图，随着玩家搜集埋藏在地图各个角落的任务与文本，白夜国的全貌也随之展现。层岩巨渊的核心则是千年前降临于此的天丁与深渊力量，时间横跨数千年的争斗，由此串联起了黑泥污染与流明石的对冲，倒悬古城与诅咒进化的谜团，智穷作为凡人与高位格力量的对比。因此在地图的呈现上体现的是步步深入直至核心的过程。旧日之海服务的是凝固的历史瞬间，呈现方式可以用交互式电影来概括，以雅努斯之门至卡皮托林山为主干，几个不同的小分层地图为枝叶，着重讲好雷穆利亚最后一日的震撼真相，也让玩家亲自在安魂曲的演奏中对故事的情感达到充沛。谜题轻量化、娱乐化处理，旧日之海的服务目的决定了它的体量比前两者更小，转而在任务流程上做到了连贯和精致，在过场演出上做到了极致和震撼。并不是说原神未来的独立地图都会越做越小，而是不同的地图会根据服务目标决定设计质感。关于须弥北部过渡区域及拜达港的争议，由于 4.6 版本的核心是旧日之海，须弥地图的补全仅作为次要的补充，绝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到了前者的开发和打磨当中。原神作为一款长线运营的开放世界游戏，项目组必须同步开发多个版本，
其跨度往往能够达到1年以上。因此，对于开发资源，包括时间的分配，必然有着主次取舍的考量。就拜达港最终上线的情况而言，对多数玩家体验造成的影响不大，但是大家也的确意识到，这一块地区的地图利用率对比其他国家的过渡区域还是显得过于空旷和不足了。实际上，对于过渡区域的设计，我们仅在游戏早期的石门区域看到了相对自然的整体设计，可能是因为游戏开发早期总体内容量较小，对蒙德璃月的整体打磨时间较为充足，而之后除开天然分隔的稻妻诸岛，在香醉坡至丹沙崖一线的过渡区，弗罗柚和白鹿区的一水之隔，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欠打磨。这是否是一种运营式开放世界游戏终将面临的难题？从我们自身设计与绘制地图的经验来说，过渡区域的设计与打磨往往是相对后期的内容，这一部分每次都要投入超出预期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符合我们的预期。在实际的游戏开发中遇到的困难只增不减。如果暂时没有办法投入资源充实过渡区域，也许以地区改造为主题的常驻活动或者任务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施展。说不定这些地区的存在反而为一个新的活动系列带来了土壤。开放世界地图设计处处是挑战，但优秀的设计团队也能抓住挑战带来的机遇，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把时间拉回 4.8 版本的夏活地图，作为1年1度的限时区域，同时也是2个国度的过渡内容。今年的西木兰卡是否也承担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否看出制作组在设计思路上的演变呢？西木兰卡的故事发生在童话书中，剧情中我们了解到这本童话是提瓦特的缩影，因此在这里的地图同样像是对提瓦特进行了风格化的浓缩与融合。赐福森林的地形是提瓦特大世界野外区域的浓缩，结合了枫丹山体的造型、璃月地势的差异和须弥雨林的丰沛水系，在山谷与溪流间布置起大大小小的挑战与解谜。星轨王城则拓展了提瓦特城市香亭的概念，远处望去不禁让人联想到同处于湖面中心的枫丹亭，以及 2.8 版本菲谢尔的幽夜净土。除了引入了地上分层地图，将立体空间充分贯通，玩家前往王城各区域，在引导上可选择的也不再是单一的2点一线，反而会在不经意间一次次绕路，或者是某次从高处纵身而下时，意外发现前往某处的隐藏路径。破碎之海正如其名所说，地图呈现碎片状，或许体现了稻妻诸岛的分布特点，部分场景甚至是稻妻部分景观的翻版，而垂直的崖壁与方正硬朗的岩石又可以联想到前瞻中出现的纳塔地貌，流星划过梦幻的天空，坠入云海，天际线呈现奇特的光芒，乃至此处能够搭乘小船离开这个世界，无不让人遐想提瓦特的边界这一概念。地块之间风貌各有千秋，地块之中分区自有特色。赐福森林的2重试炼，星轨王城的3大家族，多种多样的地貌类型不仅在视觉上给予玩家丰富的体验，避免了景观同质化，而且在玩法和探索深度上增添更多层次，提升了游戏的可重复游玩价值。西木兰卡的设计仿佛是设计者继枫丹后为玩家准备的又一惊喜。回看枫丹地图，设计要尽可能围绕与水有关的主题，同时要兼顾融合水下探索的玩法，因此枫丹的大世界相比西木兰卡，许多场景在构建时就有种种限制。漫溢的蓝色基调也可能是枫丹地图不乏同质化评价的原因之一。西木兰卡的解谜各具特色，赐福森林发生的一切可能暗喻了提瓦特的创世，因此这里的居民是通过折纸并以言语赐福的方式诞生的。而作为折纸居民的家园，这块地区大量解谜挑战是折纸的延伸，比如纸蛙跳荷叶、飞鼠穿花环、驼兽运材料等相关玩法，通过控制角色的位置或是抛出轨迹，实现物件与场景的交互。星轨王城中的解谜挑战则充分利用了立体箱庭的特征，
在高高低低的建筑之间布置起了闯关场地。星轨王城作为剧情中引入命运的场所，谜题设计上也借此引入了时间回溯的概念。不同于永恒绿洲的静态时间点回溯，星轨王城给玩家带来的是通过把握某一关键时刻，用特定的事件影响事情发展的方向的动态时间谜题形式。我们不禁遐想，未来原神是否有可能在更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上为我们带来类似的交互体验呢？同时，神域柱、齿轮云梯、强力胶水等玩法都非常注重玩家与环境的实时交互，谜题并非独立于场景存在，玩家的自由度非常高，这是在以往原神的谜题设计中少有出现的。破碎之海的谜题围绕着积木来设计，我们可以通过交互键拾取、携带并安置积木块，以达成包含建造、炸毁或产生风场等多种目的。积木块的设计让谜题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范围，玩家需要结合观察、类比和交互来完成谜题。其中积木火柴的相关谜题有时还需跳出常规思维，看似是红色的普通积木块，却可以安置在火柴上燃烧变色，再取回完成建筑搭建。这种结合以往游戏经验进行错误修正的体验，有时能带给我们顿悟的惊喜。不知道大家是否感受到，以上各个区域的谜题在各具特色的同时，又符合直觉，与该地区的特点或主题完美融合，并且谜题本身轻松而不枯燥，玩家不再是一眼看穿解谜方式，然后机械地重复同一操作，而是与周围的环境或者谜面进行动态的交互。与之相反的案例可能是到期的雷立方，这些方块出现在大世界的方式令不少玩家感到较为突兀，因为它们除了雷属性的颜色风格外，与周边环境或是地区主题设定的关联性非常欠缺。显然，在游戏设计者的角度看，每一块新地图势必要达到一定的内容密度，因此有时不得不在地图的各个角落填充谜题。从续谜开始，谜题的布置就开始注重与环境的协调，即让玩家认为谜题出现在这里是非常自然合理的。西莫兰卡中3个地区的谜题设计都注重了这个原则，在与区域主题相互融合的同时，还做到了交互性与整体难度的平衡。希望在纳塔版本也能延续这种高水准的设计。从须弥到枫丹再到西木兰卡，我们看到了原神地图设计经历了全方位迭代。随着制作组设计思路的不断演进，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地图将以更加新颖的姿态呈现给玩家。首先，在内容分布上，从已经放出的纳塔实际画面来看，未来的地图设计除了在地貌上延续了西木兰卡的多样性，6大部落可预见的为纳塔注入了6种独特地形。在垂直空间的利用上，也不再局限于地下，而是创造水陆空互相联动的更多层次的探索体验。在内容量上，须弥版本的庞大体量令许多玩家感到些许疲劳，而枫丹在内容更精的同时，也有不少玩家表示内容偏少，导致游戏在游览性上的体验反而有所下降。毕竟游戏的世界应该有自洽的逻辑，而非仅仅作为关卡和功能点紧凑堆放的画布。有时候大有大的道理，只要配合优秀的移动机制，同样能够做到体验的跃升。我们希望未来纳塔版本能够取其折中，在原神如今轻松探索的基调下，更合理地对世界承载的内容做好平衡。从沉鱼谷开始，地图上出现了许多为这个世界增添生机的设计要素，地图与现实文化的结合更加紧密，地形与历史事件的结合也更密切了。纳塔作为多种文化的交融之地，非常值得期待。6大部落又将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别具特色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特色，哪些虚拟与现实联系的设计风格？如果说枫丹版旅行者潜水的技能树点满了，那么纳塔的隆重所带来的探索机制，则是原神在开放世界移动方式上的大跃升。这些结合地区特色的遁地、钩索、冲浪，还有未来可能出现的漂浮、飞行等玩法，极大程度地扩展了地图的可探索维度，赋予了每个地区独特的探索体验。多样化的探索机制为玩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游玩风格自由选择探索方式。这种自由度让玩家能够以自己的节奏体验游戏内容，而不是被预设路线所束缚。这种自主性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不仅提升了玩家的参与感，
也鼓励玩家去尝试不同的玩法，玩家也能通过这些丰富的方式与环境互动，更紧密地与游戏中的故事和角色产生联系。枫丹地区基本是一次性探索，而纳塔隆中的这种高机动性也一定程度上吸引玩家反复探索同一块区域，即使地区任务已经完成，或是可收集的内容已经清空，玩家也能因跑图自身的操作趣味性，创造更持久的探索乐趣。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枫丹版本即将挥手告别，希望通过本期视频，各位旅行者能对原神地图设计的演变轨迹有更清晰的了解。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纳塔版本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改进点和创新元素，也期待在未来版本，我们能再次对纳塔的地图设计做一次全方位的梳理。我们纳塔再见。